如果你从来没有为了一件事、一个人，甚至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梦发过一次疯，那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活过。故事要从大明王朝南安太守府里那座连一只鸟都飞不进去的深闺说起。女主角杜丽娘16岁，她父亲叫杜宝，是南安太守。杜宝这个人绝对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那种坏爸爸，相反，他是大明朝的顶级精英，是封建系统里最完美的执行者。他每天满脑子都是 KPI， 怎么把地方治理好，怎么升官，怎么光宗耀祖。在杜宝眼里，女儿杜丽娘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少女，而是他完美人生履历上的一件展品。他要培养出一个符合所有社会规范的、无可挑剔的大家闺秀，将来好找个门当户对的豪门联姻。所以杜丽娘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被父亲精心打造的精神无菌室里。她的生活有多枯燥呢？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绣花。这还不算，杜宝还专门花重金请了一位老古董教书先生，叫陈最良。这位陈老先生教杜丽娘读诗经，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明明是一首热烈奔放的情歌，但陈老先生是怎么教的？他说，小姐，这首诗讲的是后妃之德，讲的是女人要懂得端庄贤淑，不要有嫉妒心。你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恐怖之处，系统不仅限制你的身体，还要阉割你的思想。他把所有鲜活的关于爱和欲望的东西全部强行解释成干巴巴的道德规范。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杜丽娘极其听话，极其乖巧。16年了，她每天在自己那个小小的闺房里打卡上班，就像一个没有任何自我意识的 NPC。她甚至不知道在自己家宅院的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花开的正艳的后花园。打破这个死水般局面的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杜丽娘的贴身丫鬟春香。如果说杜丽娘是系统里的乖乖女，那春香就是这个严密系统里的一个小黑客。有一天，春香上课开小差，偷偷溜出去玩，回来后激动地对杜丽娘说，小姐，别看这破书了，后边那个大花园里花开的可好看了，咱们去逛逛吧。杜丽娘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什么？原来咱家还有后花园？16岁的大小姐连自己家后院都没去过，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正是古代理学的真实写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本来杜丽娘是不敢去的，但凑巧的是，她的太守老爹杜宝这几天刚好下乡去视察农业工作了。杜丽娘的心里第一次产生了一丝叛逆的火花，她决定去看看。第二天早上，为了这次游园，杜丽娘做了一件极其隆重的事，打扮。剧本里写她翠生生出落的群山而嵌，艳晶晶花簪八宝田。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不仅是女为悦己者容，更是为了去迎接她生命里第一个春天。当杜丽娘带着春香轻轻推开后花园那扇沉重的大门时，迎面而来的视觉冲击直接把她原本的世界观震碎了。没有老古板的教书先生，没有枯燥的四书五经，只有漫山遍野的春光，鸟语花香，生机勃勃。就在这个瞬间，杜丽娘唱出了中国戏曲史上最巅峰、最绝美，也最让人心碎的一段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翻译成我们现代人的大白话就是，天哪，原来这世界上的春光竟然这样绚烂。可是这么美的花，却只能在这堆破砖烂瓦里默默地开，默默地谢，根本没人欣赏。老天爷给了这么好的时光和风景，又有什么用呢？到底谁家的人才能真正享受这快乐？这也是杜丽娘的第一次彻底觉醒。她看着那些尽情绽放的牡丹和芍药，突然意识到一个极其残忍的真相，大自然的春天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而我虽然才16岁，虽然长得如花似玉，但我的人生却是死的。我的青春就像这满园春色一样，被锁在这高高的围墙里，无人问津，直到慢慢枯萎。这就像电影《黑客帝国》里，主角吞下了那颗红药丸，看清了世界的真实面貌。杜丽娘突然明白了，父亲教导的那些贤良淑德，不过是用来困住她的牢笼。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对生命的渴望，也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巨大的绝望和孤独。从后花园回来，杜丽娘像是被抽干了力气，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和疲惫。她遣退了丫鬟，
独自靠在桌子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现实世界里无法释放的欲望，在梦境这个唯一的法外之地，迎来了火山般的爆发。在梦里，一个年轻俊朗的书生手里拿着半只柳条，笑盈盈的朝他走来。这个书生就是男主角柳梦梅。大家注意，在古代的礼教规矩里，未婚男女私下见一面都是要进猪笼的，但在梦里，柳梦梅一开口就是极其大胆、极其热烈的撩拨。姐姐，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他没有背诵诗经，没有讲什么三纲五常，他直接上前一把抱起杜丽娘，把她抱到了后花园的牡丹亭畔芍药栏边。在那里，两人翻云覆雨，完成了一场极其热烈、彻底打破禁忌的结合。这是一场春梦，但更是一场思想的狂欢。在这个梦里，杜丽娘彻底抛弃了那个太守千金的沉重外壳，她变回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渴望、有激情的女人。那个拿着柳条的书生，不仅是她的梦中情人，更是她被压抑了16年的自我意识的具象化。她在梦里爱的，其实是那个终于敢于释放欲望、敢于活出生命力的自己。就在梦境最甜美、最缠绵的时候，现实的冰水无情地泼了下来。女儿，大白天的，你怎么在这里睡觉？母亲杜夫人推门走了进来，一句话，梦碎了。柳梦梅消失了，牡丹亭不见了。杜丽娘猛地惊醒，满头大汗。她睁开眼看到的依然是那个冰冷、压抑、规矩森严的闺房。系统重启了，一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对于一个已经见识过春天、品尝过自由滋味的人来说，你还能让他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安心的做那个没有灵魂的 NPC 吗？不可能了。那场梦就像一颗火种，落在了杜丽娘已经干涸的生命里。为了找回这个梦，他将做出一个让整个大明朝都为之胆寒的决定。他要用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去硬刚这个荒谬的世界。梦醒之后的杜丽娘疯了般的想要回到那个梦里。第二天，她背着母亲再次偷偷跑进后花园，想去寻找昨天梦里那个拿着柳条的书生，想去寻找那座牡丹亭，那道芍药栏。但是现实给了她狠狠一记重锤，园子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书生，没有温存，只有满地的落花和冷冰冰的石头。昨天在梦里有多么火热，今天的现实就有多么荒凉。他看着眼前的景色，凄厉的唱道：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最软。大家试着代入一下杜丽娘的处境，你本来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牢笼里待了16年，你以为世界本来就是黑的，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你开了一扇窗，让你看到了阳光，看到了自由，甚至让你体验到了极致的爱，然后啪的一声，这扇窗户被永远焊死了。系统告诉你，你以后还得继续在这黑屋子里待一辈子，甚至还要嫁给一个你不认识的老学究，你受得了吗？杜丽娘受不了。从后花园回来后，她彻底崩溃了。在古代这叫相思成疾，用我们现代的医学名词来说，她患上了重度抑郁症。她开始迅速的消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的太守父亲杜宝急疯了，请了全城最好的大夫来看病，但大夫开的都是治风寒、调脾胃的药，怎么可能治得好一个系统觉醒者的心病？杜丽娘的身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但实际上这是她潜意识里做出的选择。既然我的身体被这个名为礼教的系统死死控制着，那我就毁掉这个身体，用罢工来抗议。眼看自己一天不如一天，连路都走不动了，杜丽娘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在这个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刻，杜丽娘做了一件极其震撼的事，这也是牡丹亭里极其重要的一则戏，画像。在那个年代，女人是没有资格留下名字和画像的。史书上对女人的记载往往只有某某事，如果能被详细记录，那通常是因为她为了给丈夫守寡，把自己给饿死了，换来一座贞节牌坊。但杜丽娘偏不，她看着镜子里自己憔悴的面容，心痛的要命。她想，我才16岁，我生得这么美，如果我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了，这个世界上谁知道我曾经存在过？谁知道我曾经有过那么热烈的渴望？于是她强撑着病体，拿起画笔，对着镜子把自己最美的样子画了下来。她不仅画了，还在画上题了一首诗，把自己那场隐秘的春梦也暗藏在了诗里。各位，这哪里是在画画，
这分明是他在向这个抹杀人性的世界提交的最后一份存在证明。他在用这幅画呐喊：我来过，我美丽过，我有过欲望，你们休想把我当成一个没有灵魂的工具给抹掉。这幅画成了杜丽娘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一个火种，也为日后男主角柳梦梅的出场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时间来到了中秋之夜，外面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明月，而太守府的深闺里，杜丽娘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死前，杜丽娘把丫鬟春香和母亲叫到床前，交代了遗言。这段遗言极其硬核，极其叛逆。按照古代的规矩，未出阁的女儿死了是不能进祖坟的，要在荒郊野外随便找个地方埋了，或者等将来结了冥婚再造。总之，死后的一切依然要听从父权的安排。但杜丽娘连死都不按规矩出牌，她对母亲提了2个要求：第一，把我那幅自画像藏在后花园的太湖石底下；第二，不要把我葬在别处，就把我埋在后花园的那棵梅树旁边。为什么是梅树？因为在那个要了他命的春梦里，他和那个书生就是在梅树下相遇的。书生还对他说了一句：则待你忍耐温存，亦赏眠。连死，他都要死在自己梦开始的地方。交代完这一切，杜丽娘闭上了眼睛，香消玉殒。读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杜丽娘好可怜，好柔弱，为了一个梦就这么死了。但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觉得她柔弱，那你就没有看懂汤显祖的降维打击。在一个连你穿什么衣服、读什么书、嫁给什么人，甚至连你脑子里想什么都要被死死控制的世界里，一个人唯一能完全彻底掌控的东西是什么？是死亡。杜丽娘的死不是病死，而是一场极其壮烈的精神自杀。面对父亲代表的那个庞大、冰冷、不可撼动的封建礼教矩阵，一个16岁的少女打不过，逃不掉。但她没有选择妥协，没有选择像其他女人一样乖乖嫁人生子，而是直接掀翻了桌子。既然活人的世界里我连做春梦的资格都没有，那老娘就不在这个维度跟你们玩了。我宁可死，也绝不在这个恶心的系统里苟活。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绝顶刚烈。正如现代社会里的我们，面对还不完的房贷、加不完的班、逼婚的父母，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无路可退。杜丽娘用她的生命告诉我们，当现实无法突围时，哪怕毁灭自己，也要保全那份不被污染的自我。这就是400年前的大女主给我们留下的最震撼的骨气。故事讲到这里，女主角死了，太守府里哭声震天。杜宝把女儿葬在梅树下后，因为升官，带着老婆离开了这个伤心地，留下了一座长满荒草的空园子。换做一般的作者，写到这里就全剧终了，这叫悲剧。但他是汤显祖，在他的笔下，女主死了，这出轰动大明朝的疯狂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杜丽娘死后，魂魄飘到了阴曹地府，来到了胡判官的面前。大家注意，在所有人的刻板印象里，地府应该是阴森恐怖、严刑拷打的地方，对吧？人间的太守杜宝，也就是杜丽娘的亲爹，是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为了所谓的礼教，硬生生把亲生女儿逼死。那地府的判官呢？胡判官一拍惊堂木，调出杜丽娘的生死簿，一看愣住了。这女孩不是寿终正寝，而是因为做了一个春梦，思春而死。如果是人间的理学卫道士看到这个死因，肯定要大骂他不知廉耻、伤风败俗，甚至要让他下18层地狱。但胡判官是怎么做的？他不仅没有用女德去规训，反而特地去查了姻缘簿，发现杜丽娘命中注定要和一个叫柳梦梅的书生结为夫妻。于是胡判官大笔一挥，既然你命不该绝，又有未了的情缘，那本判官就放你一马，赐你一张游魂通行证，你回人间找你的真爱去吧。各位发现这里的黑色幽默了吗？在400年前的大明朝，人间的父亲要灭掉女儿的人欲，而地府的恶鬼判官却尊重了女孩的爱情。地府的鬼居然比人间的官更通人情。汤显祖在这里埋下了一个极其辛辣的讽刺。当人间的体制已经扭曲到连人的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都要绞杀时，所谓的地狱反而成了唯一讲道理、讲人权的地方。拿着通行证的杜丽娘终于获得了她在活人世界里永远得不到的东西，绝对的自由。时间一晃3年过去了，太守杜宝早就升官走了，
当年那个困住杜丽娘的后花园变成了一座荒草丛生的废墟，建起了一座梅花庵。这时候我们的男主角，那个一直活在杜丽娘梦里，拿着半支柳条的书生柳梦梅，终于在现实中登场了。柳梦梅是个什么处境？她是个极其落魄的穷书生，不仅没钱，还得了重病，刚好流落到这里，在梅花庵里借宿养病。有一天，他在后花园的太湖石底下无意中捡到了一个画轴，打开一看，正是杜丽娘临死前画的那幅绝美自画像。他根本不知道画里的女孩是死是活，是人是鬼，但他就是不可救药的迷上了这个纸片人。他把画挂在自己床头，每天对着画里的女孩痴痴的看，甚至对着画叫神仙姐姐，我的亲亲小娘子。吃饭的时候要叫画一起吃，睡觉的时候要对着画道晚安。他看似在发疯，但其实这正是柳梦梅这个人物配得上杜丽娘的原因。他和杜丽娘一样，骨子里都有那种为了美，为了情不顾一切的痴狂。他对着画的每一声呼唤，都像一个雷达信号，穿透了阴阳两界，精准地打在了正在后花园游荡的杜丽娘的魂魄上。那天深夜，月黑风高，柳梦梅正坐在灯下对着画轴发呆，突然咚咚咚，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门一开，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孩站在风里，正是画里的那个人。这段情节如果只看表面，是一个带点中式微恐的浪漫人鬼恋，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变成鬼的杜丽娘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大女主觉醒。大家回想一下，3年前活着的杜丽娘是什么样？她连出个闺房门都要请示，在梦里被男人抱一下都会脸红心跳。但现在的杜丽娘呢？她主动敲响了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门，她没有任何媒妁之言，没有任何父母之命，她看着眼前这个自己梦了3年，等了3年，甚至为他死过一次的男人，毫不犹豫地走进了他的房间。在这个跨越阴阳的夜晚，不再是男人主导一切，杜丽娘完全掌握了恋爱的主导权。她勇敢地向柳梦梅表达爱意，两人在深夜里同床共枕，完成了那场迟到了3年的结合。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纵观中国古典文学，《聊斋志异》《倩女幽魂》，为什么最敢爱敢恨、最迷人、最主动的女性角色全都是女鬼或者女妖？难道是因为古人喜欢重口味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那个密不透风的父权矩阵里，活着的女人是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的 NPC。 她是父亲的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是儿子的母亲，唯独不能是她自己。只要你还喘着气，你就必须服从这个系统。所以鬼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根本不是什么恐怖元素，它是一种极其悲壮的隐喻。它隐喻着一个女人只有在肉身被消灭，彻底被社会边缘化之后，才能摆脱所有的道德绑架，脱离所有的社会时钟。变成鬼的杜丽娘不需要遵守女德，不需要在乎名节，不用考虑彩礼、嫁妆，不用管门当户对，她获得了绝对的人身自由和婚恋自由。这不仅是古人的悲哀，也是对我们现代人的一记拷问。今天的我们明明拥有活人的身体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但在面对感情时，我们是不是反而被房贷、车贷、世俗眼光和所谓的性价比困住了？我们在现实中畏首畏尾，算计的明明白白，活的甚至还不如400年前的一个鬼来的痛快，来的纯粹。杜丽娘在柳梦梅的房间里度过了一段极其神仙眷侣的同居生活。柳梦梅沉浸在温柔乡里，以为自己遇到了下凡的仙女，可是好景不长，纸包不住火。杜丽娘深爱着柳梦梅，她不想永远只做她在黑夜里的幻影，她想在阳光下堂堂正正的做她的妻子。于是在一个深夜，杜丽娘对着柳梦梅摊牌了：郎君，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是仙女，我是这后花园原来主人的女儿，我已经死了3年了，现在是个鬼，但是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复活，只是你需要帮我一个忙。柳梦梅吓出了一身冷汗：什么忙？杜丽娘指了指窗外的梅树：去把我的坟挖开，掀开我的棺材板。各位，挖太守千金的坟，在古代大明律里叫发冢，那是凌迟处死，诛九族的十恶不赦之罪。一个落魄书生，为了一个每天晚上陪自己睡觉的女鬼，敢不敢去犯这种杀头的死罪？事实证明，柳梦梅是个不折不扣的纯爱战神。为了让心爱的女人重见天日，她豁出去了。
他找来了一个叫石道姑的帮手，两人趁着月黑风高，带着锄头铁锹，偷偷摸进了荒废的后花园。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半夜3更，阴风阵阵，两个人手心直冒冷汗，一点点刨开梅树下的泥土，锄头碰到棺材板的那一声闷响，绝对能让人心跳漏掉半拍。当柳梦梅颤抖着双手，咬着牙掀开那块沉重的棺材板时，奇迹出现了，没有腐败的尸骨，没有刺鼻的恶臭，棺材里反而飘出一阵奇异的幽香。16岁的杜丽娘肉身不腐，面色如生，就像是刚刚睡着了一样。柳梦梅赶紧把她抱出来，放在温热的被窝里，灌下还魂的汤药。过了一会儿，杜丽娘长长的吐出一口气，睁开了眼睛，她复活了。但复活只是这场战役的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当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带着自己的独立意志重新回到活人的世界，这个僵化腐朽的系统能容得下他吗？杜丽娘活了，但两人根本不敢声张。为什么？因为在世俗的眼光里，柳梦梅是个十恶不赦的盗墓贼，而杜丽娘是一个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跟男人私定终身的荡妇。他们如果留在原地，分分钟会被沉江或者进猪笼。于是两人做了一个极其果断的决定，连夜雇船私奔。他们逃到了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在那里，柳梦梅为了给两人的未来争个名分，决定去参加科举考试。这时的杜丽娘已经完全不是当年那个连后花园都不敢去的娇弱千金了。死过一次的她不再畏惧任何世俗的眼光，她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她要自由，要爱情，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人。而在另一边，杜丽娘的父亲，那个满脑子 KPI 的太守杜宝，正在干嘛呢？他升官了，成了平定叛乱的朝廷大员。在他心里，女儿3年前就已经死了，现在他唯一的软肋也没了，他彻底化身成了大明王朝一台无情的维稳机器。柳梦梅在杭州考完试，榜单还没公布，就听说了岳父杜宝在淮安打仗。他心想，我现在好歹也是个准进士了，去找老丈人报个喜，说你女儿活了，咱们一家团圆吧。柳梦梅兴冲冲地跑到杜宝的军营，一见面就喊，岳父大人，受我一拜，我是你女婿，你女儿丽娘还活着，跟我在一起呢。大家猜杜宝是什么反应？惊喜、痛哭流涕？完全没有。杜宝的反应是狂怒，他大吼一声，一派胡言，我女儿3年前就死了，我是亲手把她埋下去的，你这个穷酸书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骗子？你不仅敢冒充我女婿，肯定还是个盗墓贼，挖了我女儿的坟。杜宝根本不给柳梦梅解释的机会，直接叫人把她绑起来一顿毒打，差点把柳梦梅打死。这段剧情看似荒诞，但背后藏着汤显祖极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杜宝为什么不相信女儿活着？因为在他的认知系统里，死而复生是不符合常理的。千金小姐跟穷书生私奔更是违背了3纲5常。杜宝代表的就是那个僵化冷酷的封建秩序，在这个秩序里，一切必须按规矩来，任何超出规矩的东西，哪怕是亲生女儿的奇迹生还，在他眼里也是妖孽，是必须被消灭的系统 bug。 杜宝宁可接受女儿已经死透了的现实，也绝不接受一个敢于追求自由、未婚私奔的活生生的女儿。事情越闹越大，恰好这个时候科举放榜了，柳梦梅不仅考上了，还考了全国第1状元。一边是朝廷平乱的功臣杜宝，一边是新科状元柳梦梅，两人为了杜丽娘到底是人是鬼死磕到底。官司一路打到了大明朝的最高权力中心金銮殿皇帝的面前，皇帝把杜丽娘也传唤到了大殿上。为了辨别真假，皇帝甚至拿出了一面照妖镜来照杜丽娘，镜子照出来有影子，确确实实是个活人。面对铁证如山，皇帝也惊呆了，只好承认这是京城所致，金氏为开，下旨赐柳梦梅和杜丽娘完婚。但最震撼的一幕不是皇帝赐婚，而是杜宝的反应。哪怕皇帝都发话了，杜宝依然死鸭子嘴硬。他指着杜丽娘骂道，就算你是活的，但你没有父母之命就跟男人睡觉，你不知廉耻，你不配做我杜家的女儿，我不认。面对代表着最高封建权威的父亲，已经觉醒的杜丽娘没有哭泣，没有下跪求饶，她在大殿之上，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的面，极其硬气地反驳了回去。她承认自己违背了礼教，
承认自己私奔，但他更掷地有声地宣告，如果没有这份逾越规矩的情，我早就变成后花园里的一堆白骨了。是情让我活了过来。杜丽娘复活不是为了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她带着从地狱里走过一遭的胆识，回到了最高压的现实世界，当着皇帝和父亲的面，逼迫这个系统承认了她的合法性。这就是《牡丹亭》比所有才子佳人小说都牛逼的地方。它不仅仅是在写爱情，它是在写一个被系统抹杀的个体如何通过情这种最原始的生命力完成了自我救赎，并最终打败了那个不可一世的体制。故事讲完了，杜丽娘和柳梦梅历经生死，终于走到了一起。但是，当我们摘下耳机，从400年前的大明朝回到现实，回到这个充斥着微信提示音、打卡记录和各种热搜的现代社会时，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作为现代人，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这本讲人发疯的书？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觉得古籍早就过时了，觉得他们讲的都是老掉牙的规矩，但我总觉得那些真正穿越漫长的历史长河，经受住千百年岁月洗礼，流传到今天的文字里面，一定藏着某种我们现代人弄丢了的解药。牡丹亭就是这样一剂猛药，它要治的是我们现代人普遍患上的一种时代绝症：情感降级与生命力枯竭。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科技越来越发达，算法越来越精准，我们每个人都被教导要做一个聪明人，我们找工作要看投入产出比，我们谈恋爱要先盘算对方的学历、家境甚至原生家庭，美其名曰门当户对，避坑指南。我们在职场上受了委屈不敢翻脸，因为要还房贷；我们在感情里受了伤，连朋友圈都不敢发，因为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我们太理智了，理智到几乎像是一台只会计算利弊的精密仪器。我们不再相信一见钟情，我们嘲笑纯爱战神，我们把所有奋不顾身的冲动都贴上恋爱脑的标签，然后避之不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我们看似拥有了古人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和人身自由，但我们的内心却活成了一座长满荒草的废弃后花园。我们安全了，但也麻木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看杜丽娘，她有什么？她什么都没有，她连自己家后花园的门都出不去。但当她见识到了生命中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美与春光时，她做出了什么选择？她没有权衡利弊，没有计算沉没成本，她像飞蛾扑火一样，把自己所有的生命力倾注在了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幻影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汤显祖写这16个字，根本不是在教我们怎么谈恋爱，他是在对全人类发出一次震耳欲聋的灵魂拷问。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哪一刻是为了某个纯粹的渴望，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如果你从来没有为了一个梦想、一种热爱或者一个人彻底的发过一次疯，那你真的算活过吗？牡丹亭里的情绝不仅仅是男女之情，它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僵化、冰冷、充满规则的世界时，内心深处那股最原始、最不讲道理的生命力。杜宝代表的是那个永远要求你正确、要求你懂事的系统，而杜丽娘代表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个不屈服的、渴望自由的真我。我们今天读牡丹亭，不是为了去学杜丽娘寻死觅活，而是为了在被生活毒打、被现实磨平棱角之后，依然能在心里保留一块柔软又坚硬的地方，是哪怕明天还要早起打卡搬砖，今晚依然有勇气去仰望一次星空，是哪怕知道这段感情可能没有结果，依然有胆量去毫无保留的爱一次，是哪怕全世界都告诉你这事儿没性价比，你依然敢拍着胸脯说千金难买我乐意。这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终极浪漫，也是我们在算法时代守住自己生而为人的最后底线。希望今天的这个故事能让你在入睡前找回一点点心跳的悸动，哪怕现实的围墙再高，也别忘了在你的内心深处永远有一座姹紫嫣红的后花园，等你去推开那扇门。去吧，去大胆的做一场梦，去热烈的活一次，就像400年前的杜丽娘一样。去他妈的规矩，我就是要一往而深。